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共百年秘闻，我是美玲。1989年4月15号，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出以后，北京大学生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献花悼念，并随之迅速演变为声讨贪腐、要求改革的学潮，最终成为6·4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索。整个事件背后所反映的是来自中国民间喷薄汹涌的强大民意。胡耀邦作为中共体制内少有的兼具开放视野与道德良知的改革者，他曾经在强大的民意支持下，为中国千百万人的冤屈昭雪，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了一件顺应民意的大事。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他的人性良知战胜了中共一贯强调的所谓党性。这不仅为其赢得生前身后的巨大声誉，实际上呢，也是他最终含冤而逝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共这个体制容不下人性良知，尤其是在胡耀邦当时所处的所谓的重要位置。那么胡耀邦当时为何能够成为中共的总书记呢？胡继伟他曾经做过中共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作为胡耀邦时代很多中共政权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在他所著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中，罕见披露了毛泽东去世的10年间，也就是从1976年一直到1986年年间，中共最高层的斗争的情况。那么由于这本书所介绍内容不为中共最高层所喜，真实的历史从来是中共封杀的对象，所以胡继伟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成为了禁书。一个前中国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一个主要的中共宣传官员，他写的历史内幕既然被中共所禁，本身就是一个中共的大丑闻。而被禁的真实的原因，主要还是道出了部分历史的真相。我们今天在这里为大家介绍的胡耀邦当时为何被推到了中共的最高位置。胡继伟在书中指出，胡耀邦主要是因为做了2件事，放了2把火。但是胡耀邦担任的中共最高领导时呢，的确放了2把熊熊烈火。其实呢，这是他在当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放的。放了这2把火以后呀，才被推上了党的最高职位。胡耀邦做的第一件事，打破2个凡是的枷锁，展开所谓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胡继伟指出，胡耀邦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在中共党内还仅仅是一个3、4等的人物，地位呢并不很高，而且还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那么这事存在什么风险呢？胡耀邦为什么能够获得中共元老的支持呢？因为这个枷锁当时就戴在了很多中共元老的脖子上，他们迫切需要胡耀邦这样的一个人帮助他们卸掉枷锁，重掌权力。那么很多朋友都知道呀，这个所谓的2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泽东的决策都必须要拥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实际上中共党魁包括今天的习近平搞的那个什么2个确立、2个维护，都是类似的东西。胡继伟说，2个凡是就是继续搞继续是真理那一套，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与树立自己的权威。当然习近平与毛泽东当时不能相比，从权力到健康，外界也看出来他越来越多的问题。但是呢，当时他搞这个2个确立、2个维护，说白了就是希望自己达到一言九鼎，就是想稳固自己的共产党教主地位。胡继伟说，反对2个凡是就不只是要对去世的最高领袖的思想和指示要分清是非，区别对待，而且呢，对新的最高领袖的意见和决策也要分清是非，区别对待，再也不能一律坚决照办，唯命是从了。在一般情况下，这实际上是犯了共产党的大忌。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胡继伟指出，按照共产党的长期传统，这样就叫做反党。他说，很多人就是在这顶反党的帽子下被打倒，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因此，这种反对2个凡是的反党思想与行为，在以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以后也是不容许的。但是呢，在当时为什么胡耀邦却获得很多中共元老的支持呢？这里有一个关键所在，那就是真要继续坚持所谓的2个凡是，那邓小平还有众多中共元老
脖子上还戴着各种枷锁，而这个枷锁是毛泽东在生前给他们戴上去的。比如说邓小平有个帽子叫走资派头子，要是还来2个凡是，那邓小平这个套再也别想丢掉。这些中共元老将永远与权力无缘，这才是他们破天荒的齐心协力反对2个凡是，支持胡耀邦的真正的原因。结果等他们掌了权之后，嘴上不说，实际上呢，开始了新的2个凡是。邓小平就曾经在一个私人的场合与江泽民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当时邓小平接受陈云跟李先念的意见，把江泽民从上海调来当中共的总书记。邓小平见江泽民之后讲呢，过去我们党有个核心叫做毛泽东，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死了以后呢，核心是我邓小平，我说了算。我退下来以后，江泽民是核心，你什么时候说话说了算，我也就放心了。赵紫阳生前的得力助手，他的政治秘书鲍同分析道，这说明呢，邓小平心目中的体制根本就不是13大决定提到的建立民主政治的起步，而是个人核心体制，是全党服从一个人的体制。但是邓小平和大批的中共元老，当他们脖子上戴着毛泽东的枷锁的时候，胡耀邦的这个反对2个凡是，等于是帮了他们的大忙了。但是呢，当邓小平和不少中共元老掌权之后，胡耀邦、赵紫阳的这种有道德良知的改革者，就是他们独裁的绊脚石。他们终有一天会一脚踢开，继而重用江泽民这样的政治小人。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看到中共官场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存在着大量的马屁精的原因。这是共产党体制造成的。共产党为什么天天强调党性的？林彪当年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党性遵命性也，勿讲真理，耳中迎合。那么对于共产党的党魁来说呢，你讲什么真理？你不迎合我，你不对我来2个凡是，我一定收拾你。好，刚刚咱们说完了胡耀邦放的第一把火，搬掉压在邓小平、陈云、习仲勋等头上的2座凡是大山，把他们给放了出来。邓小平这帮人说白了，就是从胡耀邦反党中深深受益。现在来说呢，胡耀邦放的第2把火，那就是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胡继伟在书中透露，在胡耀邦的亲自主持之下，光中共的高级干部就有6000多人，而且很快安排了工作。实际上呢，胡耀邦在当时干这事并不容易。胡继伟书中介绍，1977年元月，胡耀邦当了中共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组织人写了一篇论文，提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对干部所做的错误结论，标题叫做“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结果呢，这篇论文在1977年10月7号发表出来以后呢，震动全国。很多受害者一遍又一遍地读，有的全家人激动地哭了1个晚上。经历10年的不白之冤，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但是呢，阻力依然是很大，而且这来自中共党内。胡继伟介绍说，当时的中共组织部长郭玉峰就认为这篇文章是一株大毒草。中共党内还有不少声音反对为邓小平、陈云、刘少奇平反，也反对为彭德怀、贺龙、陈毅等平反，反对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以及以彭真同志为代表的北京市独立王国平反，反对为以薄一波为代表的61人叛徒集团平反，反对为邓拓等3家村和周扬等4条汉子平反等等。而胡耀邦顶住压力说了一段话：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论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的改正过来。在胡耀邦的全力推动之下，无数人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许许多多的中共官员恢复了工作。然而呢，对于胡耀邦本人来说，他就越来越遭到一些所谓的权威人物的妒恨。胡继伟书中说，对于某些权威人物来说，在他们的心里，胡耀邦是一个又可爱又可恨的人，或者由可爱变为可恨。说他可恨，因为耀邦主张干部不仅要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呢，还要从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下解放出来。不仅要突破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个人集权，而且反对树立任何新的个人集权统治。
这就越来越威胁到某些人的政治权威与理论权威。在他们心目中，他的可爱之处在减少，而可恨之处则在增加，甚至成为了他们推行新专制主义的政敌。经过几年的反复较量，他们终于下狠心，用宫廷政变的手段把他打倒。这就不只是可恨，甚至到了势不两立的可除程度。最终，胡耀邦这个昨日功臣，一日之间就被打成了今日祸首。他为千百万人的沉冤大狱平反昭雪，而他自己却蒙受千古奇冤。最后虽是病逝，实际上也是屈死冤死。回顾胡耀邦所做的2件大事，核心围绕的就是2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的道德良知，一个方面则是党性权欲。出于道德良知，胡耀邦点燃这2把熊熊烈火，然而中共体制不能容忍这样的人。最终胡耀邦死在了很多人的党性权欲之下，死在了被他放出来的很多人的手中。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